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stoms of Chinese New Year。春节的风俗有：一、祭灶；二、灶堂；三、扫尘；四、接玉皇；五、贴门神；六、贴春联；七、守岁；八、拜年；九、看春晚；十、压岁钱。一、祭灶。在古代，人们相信灶神在玉皇大帝面前说的好话，会给家庭带来幸福，祝福家庭来年。于是，每年腊月23，腊月的意思是农历的12月，农历的12月叫腊月。每年腊月23，家家户户都会祭拜灶神。灶神 ，the God of the kitchen，请他在上天之后多说些美好吉祥的话。二、灶糖，一种麦芽糖，也叫麻糖，很黏，长成条状的叫关东糖，长成扁圆形的叫哈密瓜。冬天放在屋外，因为天气冷，甜瓜结实，里面有一些微小的气泡，吃起来酥脆甜脆，风味独特。好，麻糖，这个麻就是芝麻的意思，芝麻是 sesame。三、扫尘。民间有句话叫腊月24，佛尘扫屋。厨房祭祀结束后，我们正式开始准备过年了。大扫除就是年终大扫除，北方叫大扫除，南方叫除尘。春节前打扫灰尘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。除尘那天，全家人开始打扫屋子和院子，刷洗锅碗瓢盆。锅 pot 碗 bowl 瓢 big spoon 盆 basin。拆洗被褥，被 quilt 肉 sheet on the bed， 干干净净的迎接新年。实际上，人们用尘和尘的谐音来表达消灭陈旧的思想。四、接玉皇。旧习俗和新习俗都相信灶神上天时，天上的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 the God in the heaven， 在农历25亲自下凡，观察人间善恶，预示来年吉凶祸福。吉 good luck 凶 bad evil 祸 also means evil bad 福 means fortune。所以家家都献上祝福，叫做迎玉帝。在这一天，你应该在日常生活和言语中保持谨慎 cautious， 争取良好的表现，以赢得玉帝的青睐。青睐like， 并为来年带来幸福。五、贴门神。起初，门神 the God of the gate 是用桃木雕刻的，挂在大门周围，后来画了门神的画像，贴在门上。
传说中的申屠和鱼雷兄弟都与鬼魂有关。他们看门，大大小小的恶鬼都不敢进。唐代以后，出现了秦琼和尉迟敬德的门神画像，关羽和张飞的门神画像。关羽和张飞 are the two heroes in the three kingdoms。后来人们常把一对门神画成武功高手，寄托了汉族劳动人民辟邪、消灾、迎福的美好愿望。辟邪 avoid evil，消灾 eliminate disaster，迎福 welcome fortune。六，贴春联。春联又称门联、对联、桃符，是对联的一种，因在春节期间张贴而得名。它以工整、对偶、简练、精致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，描绘 depict 时代背景，表达美好祝愿，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。春节期间，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，家家户户都要挑选一幅鲜红的春联贴在门上。七，守岁。中国民间有除夕守岁的习惯，俗称熬年。大年30从年夜饭开始，这顿晚餐要慢慢吃，边吃团圆饭边看春节联欢晚会。八，拜年。春节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去亲朋好友家和邻居家拜年。汉族人拜年从汉朝就有了，唐朝以后非常流行。如果你不方便亲自去那里，你可以用一张著名的卡片来表达你的祝贺。东汉时称为册，所以名片也叫名次。明朝以后，很多家庭都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，专门用来拜年。九，看春晚。综艺节目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的媒体文化形式，为中国电视综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模式和蓝图。除夕是家人团聚的时候，亲朋好友可以聚在一起，开开心心的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。随着电视剧中12点的钟声响起，全家团聚，迎接新年的到来。10，压岁钱是长辈给晚辈的。那么压岁钱和红包的区别，压岁钱是长辈给晚辈的，当然压岁钱也可以放在红包里。红包呢就比较general，可以是长辈给晚辈，也可以是晚辈给长辈，也可以是你给你的同事、给你的家人在微信上发红包，纸质的红包或者是微信的电子红包都可以称为红包。在一些家庭，年夜饭后，每个人都不允许离开餐桌。大家吃完后，长辈会给晚辈压岁钱，鼓励自己的子子孙孙在新的一年里学习成长，做一个好人。有些人会在晚上孩子入睡后，把压岁钱放在枕头下面，枕头 pillow。这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爱，晚辈对长辈的尊重。尊重 respect 是融入家庭伦理的民俗活动。Okay, for more great contents, please visit ChineseTutorLead.com. See you next time.